中新网专访沧海船导演肖战，注重细节，拼尽全力演绎沧海。在一次专访中，中国新闻网采访了执导沧海船的导演曹艺文，并且人民日报、人民网及新华社也纷纷转发了精彩的采访视频片段。曹艺文导演在接受中新文娱时，毫不掩饰对肖战的赞赏，称他是一位专注力极高的演员，还是个细节控。肖战总是主动为创作贡献灵感，使得双方的合作呈现出一种互补的良性关系，从而激发出更多奇妙的创意火花。想知道更多，点击观看第一段视频。观众对于沧海在平津侯密时面对父母人皮时那种背负难忍的表现都刻骨铭心。大家或许还记得肖战在采访时提到，他将自身的经历融入其中，生动地展示了遭遇极度悲伤时的生理反应，如深深的干呕感。回想起拍摄的场景，曹艺文导演感慨道，当人皮的元素出现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简直令人窒息，仿佛沧海一点一点地将灵魂呕吐出来。整个表演极具感染力，令人为之动容。而肖战为了完美演绎沧海的角色，尽管已经深陷角色之中，面容透露着痛苦，却仍然请求再试一次，想要探索更多的感觉。最终2次的拍摄结果都颇为出彩。为了呈现出沧海的真实与深度，肖真的是拼尽全力。想看更多精彩内容，点击查看第2段视频。我们中国法制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罪叫奸党罪。在《沧海传》这个电视剧的第24集，它有个情节，庄如影的寿宴上，许多文武官员大臣都来给他祝贺，庄如影就趁机号召大家一起来弹劾曹进贤那个太监。这时候有一些大臣们就手协呼应，在奏折上签名，有些大臣在犹豫。那我想给大家分享是什么？其实这是电视剧这么演的。如果在明代，那么这种做法会非常危险，因为它直接触犯刑法，就构成我们说的奸党罪，是明太祖朱元璋搞出来。搞这个奸党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大臣结党营私。我们中国古代对党这个词其实没什么好感，我们强调一心为公，我们强调公心，而我们害怕一些人一些大臣结成党派团伙，结党以后一方面谋私，另一方面党同伐异嘛。明太祖朱元璋就害怕大臣们团团伙伙，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皇权。那么正因为如此呢，在《大明律》里面对奸党罪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他非常明确说，比如说一个他叫奸贤，就是一个坏人，你向皇帝进谗言，促使皇帝杀掉某个大臣，那么这种逮罪就认为是奸党，要处斩，直接就是死刑的斩刑。在皇帝面前，你跟皇帝说谁很坏，应该杀掉，你像这种要谨慎，一不小心就把你定成奸党。所以说皇帝征求你意见的时候，你要克制，不要随心所欲乱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本来就该处死刑，但是呢有一些其他官员呢巧言进谏，给皇帝进谏干什么？试图免除这个人的死刑，从而收买人心。这种东西，也就是他不是从公信出发，他从私心出发，给皇帝说好话，让皇帝把这个人放了，这种也一律处斩刑。所以说你可以看出在皇帝面前说话多不容易。你忽悠皇帝杀了他，奸党；如果你忽悠皇帝放了他，也可能构成奸党。其实这个罪的灵活程度就比较高了，其实很不好处理。我觉得在朱元璋同志手下当大臣真的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怎么做都不太好，有危险。如果在朝的官员是吧，去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也就你结党了，那好了，一律处斩。而且更狠的是把你的老婆孩子都卖为奴隶，你的财产全部没收。专门针对刑事司法部门，特别强调刑部还有这种大小的各个衙门的官吏，因为你是刑部，你是属于司法机关是吧？你不严格执行法律，而是单纯听从上司的指使，随意的出入人罪。什么叫出入人罪？出罪就是该追究不追究，入罪就是该不追究你追究了，你放还是收全靠上司的意志，而不是法律意志。这时候呢也是构成奸党。大家注意，这个是非常狠的。刑部司法官员，比如说上级给你打招呼，把白冰给放了，本来白冰应该追究责任的，你放了，好，这就是奸党。那么可能即便把白冰定了罪也没什么了不得，但是你一旦认定为奸党，那可能情节就严重了，就处斩刑，你的老婆孩子可能都得变成奴隶，你财产权没收了。如果一个人他本来构成奸党，比如说你们几个人团团伙伙搞小团体主义，构成奸党罪，
但是呢，这哥们儿觉悟了，能够不利于权势，能够明确且详尽的呈现真实的证据或者客观事实，亲自到皇帝面前陈述去举报。那么这时候呢，就只追究这个奸臣的罪名。你是举报者，你的奸党罪就免除了。而且呢，还更狠，为了鼓励你举报，要把这个被举报者这个奸臣他的财产平均切割分派给这个举报者作为赏赐。当然，如果你一个人举报，那全是你的；如果是5个人举报，那就分成5块分给大家。这其实就很明显，皇帝在这里头用了什么分化瓦解的策略，是吧？如果你原来就有官职，是吧？叫擢升2等，给你奖励；如果你以前不是官员，就根据情况自由裁量，给你分一个官，或者呢，你不愿意当官，给你赏赐白银2000两。大家注意，这个2000两什么概念？我相信你基本上就不用劳动了，躺平了就够花了。因为古代2000两，大家注意是天价，是吧？可以过得非常好了。我们结合这样的法律的规定，《大明律》里面写的清清楚楚。所以说，我们回到《藏海传》电视剧里面啊，这个平津侯庄如影的做法，你就会发现他这个行为如果放到明代的话，他就非常危险，因为他很容易落入奸党罪的打击范围。当然，我们看剧的时候，大家看个热闹，因此他真要拉拢大家上奏的话，应该大家单独行事，而不应该聚在一起。他起草好一个文案，让大家都签名。你想想，这个是更危险，你可能死得非常快。朋友们，之前有人在评论区说《藏海传》极其封神，我还不信呢。我还想，那怎么能极其封神呢？结果我现在看到现在，我已经自己给他封好几次神了。从7、8集开始的时候，我命不该绝，然后到马车，然后缓缓下跪那里，然后后来到13、14集的时候，他假扮成侯爷，然后他和谢安图2个人给那车手那块，到现在侯爷救火这里，我已经给他封好几次神了，每次都给他封神。尤其是今天救火那里，有没有人管这个《藏海传》呢？真的，他这么好看，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看看别人能不能接受得了吗？就别人的剧啊，一般也就说一部电视剧有1个2个经典镜头就到头了，我怎么感觉《藏海传》集都是这样的呀？我今天看到侯爷救火那里真的是笑死了，我真是太喜欢那儿了。那个楚怀明，不是被庄世行给逮到了吗？侯爷问说这火是你放的吗？然后楚怀明说不是啊，然后侯爷就给他踹倒了完之后，楚怀明说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可是您呢，侯爷。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是庄如影，他先看看倒在地下还捂着胸口的楚怀明，然后这个时候他慢慢的把脸转向藏海，看向那个全身灰扑扑、脏兮兮、特别可怜，像小猫一样的藏海，然后对藏海微微一笑。你说，他该信谁？你说侯爷该信谁？他是会信倒在地上的楚怀明吗？还是说像小猫一样可怜，一直在提醒我，这个雨不太好，然后还差点死了，被我抓进牢里差点死的小猫藏海呢？当然是信小猫了，谁会信那个楚怀明啊？真好笑。然后后面那个高明师傅说，如果这个在火场里的人是蒋襄，他肯定不会去救，你知道吗？我当时看到这的时候，直接爽度就是翻倍了。他是什么意思？他那意思就是，跟侯爷身边这么多年给他生儿育女的，蒋襄不如藏海重要，是吗？天哪，这个话真是说的让我特别爽。而且这只是我跟你说，这只是说言语上的爽，但是我自己后来品了品，真正让我爽的是什么？就是你说侯爷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哈，他为了庄家，他什么都能牺牲的一个人，但是他才听到藏海说在火场里没出来，他起身就去了，甚至说那个牢里的那个木头倒下了，他都挡住了。那他在这一刻真的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吗？真的想到说这个太危险了吗？或者说真的想到我只是为了让藏海全心全意辅佐我才去做的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人在那一瞬间是那么情急的情况下是想不了那么多的。那你就像藏海。确实，藏海很聪明，他可以算计很多事，他可以想到楚怀明他狗急跳墙，只能想到放火这一招了。但是他能想到救火来的这么慢，火势这么大，然后侯爷亲自跑到火场里去救他吗？我觉得不会，藏海他想不到侯爷真的会去救他。人是流动的，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只有仇恨，一直都是仇恨。他在不断的相处中，你看，就像这次的事，灭了他们家满门的是他，但是实实在在从火场里给他救出来的也是他。我觉得他心里肯定会有触动，因为人就是复杂的，即使这个触动只有万分之一，但是我觉得这个触动也是有的。甚至我觉得他可能大仇得报之后，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触动，并不是完完全全特别爽之后，他会有一些自己的其他的感受。但是这都不重要。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庄如影。他不叫庄如影吗？对吧？如影。然后他做梦梦到那个无头将军。你说以后藏海报完仇之后，他是不是就变成无头将军了？因为你看郑小龙的剧都是这样啊，就像他《甄嬛传》里说留住留不住，换币不换币，那不都是这样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他以后死后就会变成无头将军。那你们说鬼喜？他让东夏打败了大庸，但是鬼喜除了这个让你兵力特别强之外，他是不是还有个功能啊？就是说可以操控别人，让他死了之后还能为你去杀人。然后他给庄如影杀死了之后呢，然后他又给庄如影用鬼喜让他变成了一个无头将军去杀那2个仇人呢。
因为我看那个一个预告里吧，然后就是片头吧，有一幕就是那个无头将军他在水里呀，那是不是庄如影他死了之后还在为藏海干活呢？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呀，他这一辈子他都对不起藏海，那他死后就赎罪吧，慢慢赎罪吧，他慢慢去干吧，我觉得这挺好的，是不是？然后有些人特别好笑，说他配那个音乐说什么若有君侯能为我折腰，就是配火场那一段。不是啊，这对吗？这对吗？谁让你们这么配的啊？你不考虑我的感受吗？你天天让我这么快乐，这可以这么配吗？天哪，真的是这段真是太喜欢了，封神，我觉得这是我最新的太子了，他是我最新的太子啊。